好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因为很多人就问我们说，教会到处都在办读经，那为什么你没有办一个读经小组？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们的读经小组跟一般教会的不一样，我们的小组读经是包括有培训在里面。就是你每个人来到这里面，我们对你都希望成全你，能够让你明白圣经，真的是明白圣经，不是你以为的圣经。不是你以为的圣经，是真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也会有些要求。这个要求对你来讲是好的。你知道世界上如果有人要求你，你应该感谢那个人。我们没有人去要求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要求的孩子，要求所关心的人，我们不会要求一些不认识的人，因为没有用。所以我们有一些要求，就是10分钟，要你学习从这10分钟之内讲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出来。所以就是有些培训在里面。马太福音25章讲到3个比喻，对不对？其实这3个比喻也是个事实。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有10个童女，那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真理我们要搞清楚，否则似是而非的真理就会发生危机的。这个10个童女，她们有共同的点，她们都认识新郎，阿们吗？所以她不是外邦人，她是基督徒。他都认识新郎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都要被邀请参加这个婚宴，明白吗？10个都被邀请。这个婚宴呢，讲到将来1000年的婚宴，1000年的婚宴呢是羔羊的婚宴呢，不认识神的人是不会被邀请，所以他们被邀请，所以表示说他们认识新郎，他们也被邀请去，对不对？第3个，他们都有准备灯，对不对？灯是什么呢？这个箴言20章27节，灯讲到人的灯，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，所以灯讲到我们人的灵。我们讲到人的灵，我们人的灵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想法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，生命的成长其实很简单，你愿意放下你原来的想法，跟随圣灵，好好读经，你的生命就会成长。但是我们人很困难，我们都放不下原来的想法，都带着原来的想法来读圣经，那你就危机就会出现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怎么读他就不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带着原来的方法。就好像你学了一个东西，你是一个学的东西，你现在重新学的东西，你应该将旧的东西全部什么放下，你才能够学到一个新的东西。否则神的话进不去，神的话进不去。因为进到一半的时候，你会反弹，你会觉得说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会用你原来的想法去思考一些东西。所以灯，箴言20章27节告诉我说，人的灯就是耶和华，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。所以灯代表我们人的责任，我们人。然后油代表圣灵，代表圣灵。所以这10个人都有带什么灯，也有带什么油。他们有被邀请，他们也认识这个新郎，但是他们唯一的不一样，一个准备充足，一个没有准备，是不是？这是不同的点，所以将不同的点抓出来，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。我们大家都认识神的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有人准备好了，有人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准备好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一直等，一直等，新郎怎么样？迟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在我们人看来，你迟到还要怪我，是不是？而且他们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有一天他们都什么？睡着了，10个都睡着了，不是只有5个睡着，10个都睡着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表示说，你认识神也好，你不认识神，你有准备的人，你都会疲倦的，阿们吗？所以你会疲倦，我会疲倦，保罗会疲倦，阿们吗？不要以为说信主的人就不疲倦，但是没这个事情，我们都会疲倦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新郎是代表耶稣放在白地上讲，他为什么迟到？他为什么迟到？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，我们读现在的列王纪上这个礼拜最后一次读完，21到22章读完。列王纪前面有一个叫做撒母耳记上讲，撒母耳记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个先知迟到了。这个事情是讲到谁？以色列国王，第一个王叫什么？撒
扫罗打赢了亚玛力人，打赢了以后，先知跟他讲说：“你打赢了以后，要全部都什么杀掉。”但是扫罗贪爱那些肥牛、肥的、壮的牛羊，他舍不得杀，他将那不好的杀掉。人也是一样，将一些老弱残兵杀掉，将那些壮的人全部留下来。然后他献祭，在旧约里面只有谁能献祭啊？只有祭司能献祭。对，这利未记讲很清楚，不是祭司不能献祭。所以应该打赢的仗，应该谁来献祭啊？应该撒母耳来献祭。让撒母耳知道，然后扫罗迫不及待，因为百姓打赢的仗很嗨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吴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对不对？哇，扫罗这个一下子觉得说啊，自己这是宇宙的神，他忘记献祭不是他的责任，他是君王，他不是祭司，献祭是祭司的责任。但撒母耳迟到以后呢，对百姓大家怂恿，他说献祭，对，你是王，你是最大的。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，旁边人鼓舞你两句，哇，你好厉害，赚这么多钱，还去教会干什么？你看这些人害你。我们有时候就乐不思蜀，或者得意什么忘形，我们觉得自己厉害的不得了，就忘记自己应该守的本分，明白吗？这是很重要。撒旦就是什么？觉得自己不得了了，太美了。神所创造的里面，路西佛、撒旦是最美丽的，是神的佳作、杰作。他得意忘形，觉得自己太厉害了。一下子就骄傲出来，他要与神同等，撒旦就多。我们人也是，扫罗在那个时候非常的兴奋，大家都觉得他就是哇，以色列有望了。撒母耳知道，他就献祭，他一献祭，撒母耳就来了。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？从此以后，神的灵要离开你，神拣选一个王要代替你，拣选谁啊？大卫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大卫讲的几个字很重要，他是合乎神什么心意的人。连大卫了解神，扫罗不了解神。今天也是一样，耶稣迟到了。耶稣为什么迟到？这个重点抓住，这个在哪里有讲？在彼得后书，先记下来，3章9节。彼得后书3章的，你知道彼得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是非常接近耶稣的人，所以他很多的东西他都明白耶稣的心意。彼得后书，很多人问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呢？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，那是主后50年到60年的时间。我们现在主后已经2000多年，主还没有来。彼得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都以为说主耶稣第二次没有来，因为耽误了时间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宽容我们，因为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什么一人成人。神随时都可以来，他宽容我们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成人。因为神看一日如什么1000年，1000年什么如一日。今天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来？太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，阿们吗？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基督徒责任。所以培训是为了什么？福音，阿们吗？培训不是为了脑筋懂点圣经，这个价值完全没有，你完全没有价值。所以很多人读经读得很好，但从来不传福音的，这个就是将来后面讲到的这个爱哭切齿的。读经明白神的话，是为了将福音传出去，阿们吗？鼓励你，让你看见荣耀，让你看见神给你的权柄，让你看见我们的责任，阿们吗？就小组一直要传福音，一直要传福音，叫收割，一直要收割。所以培训如果不传福音，我们就会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懂得比人家多，这个完全没有价值。我们必须要有行动。所以这10个人，耶稣迟到了，新郎迟到了，为什么迟到了？圣经里面说，神主耶稣还没有来，第二次没有来，想给我们机会，希望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成人。
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为什么他要迟来呢？他给另外5个有所准备，阿门吗？10个里面有5个是准备的够的。主耶稣知不知道谁准备的够，谁准备的不够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就是还有5个人准备的不够，所以新郎要晚一点来。在准备的过程里面，他可不可以去买油啊？可以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人家睡他也睡。人家睡是因为人家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能睡。所以今天我们导读的一样，我们千万不要讲说，哦，我都忘记了，我今天早上我才知道。这个话跟神说好，不要跟你同事讲。人家以为说我们这个小组训练就是随时临时准备，不要这样子，阿门吗？阿门吗？阿门。做错了事情不要敲锣打鼓的跟神人家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跟神说的，你要悔改，不要以为错就是荣耀，而且到处登报纸跟人家讲。你很早以前知道的事情，像我不会说，我0到1分钟我才准备个东西。我如果我是个外科医生，我开刀，我会跟别人讲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今天你要开刀是不是啊？别人你笑死。我还真要讲一句话，我刚刚东西刚刚准备好，那个病人一定讲说，律师是不是延迟一下比较好？弟兄姊妹知道吗？我希望我讲的东西大家听进去，阿门吗？对你一生都有帮助。我昨天在风中小组也是讲这个事情，风中小组昨天有弟兄他说啊，我一听到导读我就紧张的不得了。那你不是在传祸音吗？谁还敢上来导读？你紧张跟神讲，阿门吗？你可以跟我讲，阿门吗？你可以跟小组长讲，阿门吗？但是你却不能跟大众讲，这不是谎话。因为我们不要讲负面的东西，阿门吗？这个礼拜我们不是讲说我们堵住什么？会不会讲负面的东西？对不对？我真的前面我说，哎呀，我紧张的要死，那你们都是散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今天早上才准备好了。那你说，意思我来听你这么辛苦，你们来到这边都不简单的，阿门吗？没有摆上时间的，阿门吗？有人从台中来的，如果我今天随随便便，我对得起他吗？我们要认真服侍神，阿门吗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你要谨记。现在弟兄姊妹，这10个人都被邀请，都认识神，但有5个不警醒，没有准备。人家打瞌睡，他也打瞌睡，他可以去买油的，阿门吗？主耶稣晚一点来，信到晚一点，希望你准备好。他愿万人什么得救，不愿什么愿人成人。他希望10个都可以进到他的里面，与他一同享受，阿门吗？但有5个就不警醒，不知道，那这边就要问问题。他们这5个不准备的人，他真的相信主会来吗？新郎会来吗？我就问大家句：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第2次会来吗？对，相信。真正的相信跟可能相信不一样。真正的相信，你必定会准备。我举些例子，你就懂了。你相信今年的股市会成长，你相信。你会不会去买股票啊？为什么？你没有绝对相信，阿门吗？你相信月底账单会寄过来，你相信吗？相信，一定会寄过来。所以你会什么？准备，阿门吗？所以相信跟可能相信、绝对相信不一样，阿门吗？多少基督徒他相信耶稣基督回来，他相信。他相信明天他爸爸回来看他，他相信，但是他没有准备，也不一定会来，阿门吗？你相信股票会年底会涨，你不会买股票，因为你没有绝对相信，阿门吗？我们多少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回来，但是他不是真的相信，因为他没有准备。如果你知道账单月底一定会来，你绝对相信，银行忘不了你，你就会什么？准备。阿门吗？你相信你的孩子5点钟下班下课，你会相信啊？相信，所以你一定会什么？准备去接他。阿门吗？这是不一样。
所以你的表现证明你相不相信神。阿们。教会你们看太多了啊，相信神了，大家相信主耶稣会来了。你看他有准备吗？他没有准备，他没有准备，对不对？他不能被建造，他不能讲，他不能被要求，他不能服侍，他完全没有准备。到最后就变卡过，对不对？账单过来，你没给钱，就收利息。所以10个童女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一点：你相信新郎会来吗？你相信，你就必定会什么准备？你必定会什么惊喜？阿们吗？所以新郎迟来了，当迟来时，他真的很累了，我们都很累，我们服侍神真的很累很忙。但是我们心里面，肉体虽然是感觉累，但我的灵里面非常的旺盛，阿们吗？我常常看到这个我几个重要同工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么多读经的小组，一边要培训，一边要关怀，一边要扶持，一边要带导，还有资深的带之前的读圣经。所以你之前你真的为神、为你的老师感谢神，阿们吗？他要费时间的陪你读经。你是谁啊？跟他没有血缘关系。他为什么帮你？因为爱的关系，阿们吗？因为我们共同爱耶稣，所以我们愿意帮你，我们大家一起珍惜。那我们真的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从礼拜1到礼拜6，我们现在最少就是礼拜4只有1个聚会，因为这是个旗舰店，我们最少有2个聚会，对不对？中午的时候，在不同地方有2个聚会，要不要派讲员去啊？要不要安排导读啊？要不要安排敬拜啊？要不要安排主持人啊？要不要准备吃的啊？不简单的事情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么多人愿意摆上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耶稣会来的，阿们吗？主耶稣会回来，我们都警醒在神面前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说：你有准备吗？当耶稣真的回来的时候，大家都醒过来了，有人喊了。这边小孩子喊，有没有看到？众人喊的新郎来了。所以当第2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就不像第1次来。第1次来，神的儿子是成为人子，所以生在马槽里面，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只有3个博士、一些牧羊人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他站在马槽里，最后死在十架上。他来的时候是神的羔羊，他要献祭。但是第2次来不一样，他是犹大的什么狮子，他是来审判。所以第2次主耶稣来就不是静悄悄来。前面我们讲到耶稣来的时候，雷从东打到西，对不对？我们24章读过了，上个礼拜再读了。全世界人都知道耶稣怎么来了，喊着新郎来了，大家都醒过来了。爱主的、不爱主的、不认识的、认识的，全部醒过来了。神的儿子耶路撒冷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来了。然后另外5个，他们几个都是认识神的人，另外5个发现灯怎么不亮，他就问另外5个说：“可不可以给我点灯？要给我点油，对不对？灯不亮，可不可以给我点油？”另外5个说：“不行。”以前我们讲这个时候，就丢说：“啊，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？借我点油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以为就是 7-11吗？没有，那你去楼下买就好了。这个油讲的什么？神的灵，我前面讲过嘛，对不对？神的灵，你能不能share一点给他？我能不能？我是个基督徒，假设我家里有个人不信主，我可不可能叫我的灵给他一点，让他信主？可不可以啊？不行。就像今天小林姊妹一样，她妈妈这么爱她，为她祷告这么多年，她真的希望她能够得救，信耶稣。她可不可以借她一点啊？那个不是现钞啊，那个必须要你自己准备的，阿们吗？你必须要你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阿们吗？我就是这么爱我的孩子，我也不能代替他，给他一点神的灵，让他信耶稣。我只能为他祷告，他最后要自己愿意，阿们吗？所以不是不能借你的，只有神能给你。我不是神，我不能给你。那5个聪明人讲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好而已。我给了你，我就给你。”这是个比喻，
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你钉十字架，阿门吗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为你钉十字架。我尽量来帮你、劝你，希望你来聚会、去来读经，希望你爱主，希望你来服侍，但是我不能代替你，阿门吗？只有神能够代替。我怎么爱你，我没有办法帮你钉十字架。我钉十字架价值有大，就是冤枉死，冤枉死的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主耶稣西门来的时候，一进来的时候门就关起来。5个聪明人准备了有灯有油，一起进去享受婚宴。另外5个发现真的去买了，他们有没有真的去买？去哪里买？买不到。你这是神给你的，油代表神，买不到的，白忙一场。所以基督徒很多是常常白忙一场，你知道吗？忙到到处都是，果效一点都没有，你就要知道你在白忙一场。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好的树就必须要结果子，阿们吗？没有结果子，主耶稣说我今年给它修剪一下，如果明年还不结果子，是吧？把它砍下来，丢在火里烧掉。所以最后那5个人就哀哭切齿。所以第一段最主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会来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必须要有警醒、有准备，阿们吗？第二个事情告诉我们说，你的才干翻倍的钱粮，这个 talent 原来的意思，英文翻译成天赋，不是天上的父亲了，就天赋异禀的天赋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 talent。但是真正圣经里面讲 talent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，talent 是讲到他连得，他连得是什么？是个重量，一他连得等于34公斤。是个重量，所以我们常常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以前我们不太懂得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慈爱你看得到，神的公义你看得到，神的怜悯你看得到，神的荣耀是什么？原来荣耀原来的意思就是 weight， 就是重量。我们广东人常常讲一句话，都唔稱你自己有幾斤重啊？意思是什么？自己有多少分量？这。没有分量的还在那吹，对不对？所以分量代表地位，明白吗？所以荣耀就是代表重量。所以这个他连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34公斤的重量，它也是钱币的一个代替，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主人，他将他的产业、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。这个家业，这个主人知道我们的耶稣，对不对？知道我们救主。他将这个家业交给他的仆人，这个家业是什么？这个家业就是福音，阿们吗？神的儿子升天之后，他将这个家业交给我们，你们要去使万民什么？做我的门徒。我们弟兄姊妹，基督徒，我们在地上都在做家业，做耶稣基督的家业。人家做乐伎是做公司的乐伎，我们也在做乐伎，是做天国的乐伎，阿们吗？神将这个家业交给我们，主人将家业交给他，将这个重量分开，有人可以担5000的，有人担2000的，有人担1000的。主耶稣知道，他按着我们能够担得起的，你只能担5000，他不会给你50，你只能担2000，他不会给你5000，因为他知道，你只能担1000，他不会给你2000。所以分配好家业以后，3种的，5000的。圣经讲一句话真的好，随什么即去做买卖，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？随即什么去做买卖，意思怎么样？马上行动，明白吗？他有没有说，哎呀，那个主人出去了，欧里干在了，这跟他在一起真的累了，好不容易今天放假了，就北欧7天游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说阿里山几天游了？没有，随即什么去做买卖？什么叫做买卖呢？就是学习属灵的产业，得到属灵的产业。这个买卖我们要培训，我们要认识神，认识神我们要得到产业，所以他们赚到钱，对不对？5000的赚了多少？5000。2000的也是啊，他拿到以后，他没有说，哎呀，5000的去做，我只有2000，那我不要做了，这个教会的问题啊。
哎呀，牧师5000两，对不对？那他做事情应该的，那我只有1000，或者我好像是2000，对不对？我说长老总不能说自己是1000嘛，对不对？还讲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会说我是5000嘛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很想做5000，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5000的本事，我不知道。是我陷入做5000，阿们吗？教会有个可恶的观念，就是来自撒旦。明明准备的很够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讲的不好，你不要讲了。主耶稣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明明准备了好久了，对不对？你讲的不好，你讲一下来，如果假设我是刚刚来到的，我听哇，不准备都讲的这么好，圣经大概很简单，各位这样想啊？哎呀，我准备了3天，我都讲的比他差这么多，他都不用准备，哇，他一定比我厉害。你不要给那个谎言嘛，阿们吗？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都以为是谦卑，那个叫做什么虚假，那个叫做假冒什么为善。我们读过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对不对？走路都低低头的，讲话的轻声细语的，他心里面像什么毒蛇的准备，心里面坏得很。他做什么之前吃饭洗手，哎呀，安息日只能做多少，只能做多少。他看到耶稣去安息日去医病的时候，他的心里不高兴的盯着耶稣。耶稣就问他问题：老兄，请问安息日你的羊掉在井里面，你要不去拉它？他会不会去拉它？会啊，绝对会打过敲鼓去拉它上来啊！这人真坏，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大家讲，我讲的怎么样，你要知道。你需要有准备，阿们吗？所以2000两的，他不是说你是5000两，你马上去做生意；我是2000两，我慢一点，这是错误的观念，阿们吗？我也不能看那个1000两，哦，他就买起来了，我2000买了算了，那就没戏唱。应该随即什么去做买卖，5000、2000，到1000两的时候，他真的看到前面的榜样，他不去学。他自己有套方法，所以我前面讲了，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不愿意改变你的方法，改变你以前错误的观念，你还是照你原来的方法，你一定帮他买起来。你觉得我只有1000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所以你会发现在小组里面，教他服侍啊，我都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小组里面谁行的？没有人行的，阿们吗？我也不行，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大家，阿们吗？如果有个人说我行，主耶稣讲话了，因着你的行，你还是不行。这主耶稣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懂了，所以说因为你懂，你还是不懂。所以我们的谦卑来学习，阿们吗？所以没有一个人行，也没有一个人不行。我们可以行，因为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阿们吗？靠着你的力量，你什么都不行，阿们吗？所以再不要说自己不行，你说自己不行，你就觉得神是个错误的神，创造一个不行的人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这个意思。就像这个孩子常说：“爸，我是笨啊，我没有用啊。”就表示你爸没有用，你遗传他，对不对？你创造说：“儿子真笨啊。”其实你就说你自己笨啊。我们的神笨不笨啊？我们创造宇宙万物，当创造第6天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了4个字，就说了2个字，叫做甚好，阿们吗？前面都说好，好，不错，绵羊好，对不对？鸽子很好啊，乌锅鱼很好，都是他创造的嘛。但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甚好，甚好原来是什么？叫 perfect， 叫做完全。所创造人的时候是完全，神说你是完全的，你又说你不行，那证明神撒谎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就好像我跟别人讲说，你刀开完了一定没事，他说我明天要不要办安息聚会？意思呢，就是你不相信了，对不对？不相信神啊，你不相信医生没关系，你不相信神，那这大鸡大屌。你不相信你的代志到底，或者你不会警醒，你不会准备，你将来他来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哀哭切齿。
所以1000两的他不但是懒惰，他也很饿。为什么叫他饿呢？一到耶稣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大家要交账。你看交账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，阿们吗？所以当我们想到要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警醒，阿们吗？当我们要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学习，阿们吗？因为不用交账，不用学，不愿意交账，所以你不要学嘛，你不要培训嘛，你就是躺在那边嘛，你准备睡觉嘛，那个就不警醒。如果你真的认为耶稣基督会回来，你一定会警醒，因为你要交账，阿们吗？交账你就必须要接受培训，阿们吗？你必须要服侍。所以他来的话，他将所有事情归了他的主人。他说你是个很忍心的人，不种的地方你要什么？你要收；不善的地方你要什么？你要去。他讲的没有错，他的主人没有说你错了，有没有这样讲？神真的是很严格，阿们吗？真的很严格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，阿们吗？他是圣洁的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蒙恩呢？因为他亲自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事情。他不能为着我们的罪降低他的标准，阿们吗？标准不能降低，因为他是完全的神。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相信他，我们进入到方舟里面，我们就救恩里面。神不能说，哎呀，考试你考50就好了，这不是神。神都要求你考多少？100。你做不到怎么办？他替你来做。你说这公不公平啊？你是谁啊？跟神讲公平。我常常举例子，我是老板，我要给你多少？你讲公平吗？我就喜欢给你1000万，给你200块，怎么样？因为我是谁啊？我是老板。你说不公平，你跟老板讲公平，那你再找老板，是不是？神就是这样子神。我们的神就是独善其事的神，阿们吗？他不需要跟你商量啊，他下命令，他需不需要跟你讲为什么下命令啊？你会不会问神为什么不做我2个鼻子？为什么不做我2个嘴巴呢？我喜欢美食主义者，对不对？2个嘴巴吃起来比较快啊。神不需要跟你讲我为什么做了1个嘴巴，阿们吗？他们三位一体的神，大家开会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。他不需要问你叶志伟，你要2个嘴巴还是3个嘴巴？他不需要问过我，阿们吗？我就是1个嘴巴，照着神的旨意创造。这样为什么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？所以这个仆人不但是自己没有警醒，他还是要怪他的主人。主人说：“你讲的没有错，我是很严格啊。你早知道我这么严格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准备？”结果反而呢，神说：“我将来你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我要审判你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的事情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准备？如果不是这个事情，如果神不随便的怎么样的，那你可以随随便便。但是这个仆人是知道神他的主人是很严格的，阿们吗？他却不去准备，就神一样对他说。第3个例子，讲完前面的例子，要我们警醒。你相信我新郎会来吗？第2个，新郎来之前，你必须要交账，你必须要做事业，你必须要将家业处理好，那后面就最后的审判。神用了2个比喻，一个是山羊，一个是绵羊。绵羊在右边的叫绵羊，右边圣经里面都讲到尊位，位置比较尊贵的叫做绵羊。这是个比喻，不是说绵羊好山羊不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它是2类的比喻。圣经是给谁看的？是给人看的，所以要人看得懂的是表现才行，阿们吗？神要讲比喻，神不能说像我跟老王讲比喻，老王你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啊，知道了，知道。他是不知道，他还是不知道啊。说我要跟他讲比喻，老王你知道，我们小组要兴旺，第一你要关怀，第2你要打电话，第3我们要准备让他们来到。很好，就好像一个球赛一样。我举个例子哦，球赛要漂派的出去，一定要精彩，对不对？像巴西跟德国的这种球赛，谁要看？对不对？那是篮球数字啊，对不对？这种不好，不精彩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么一面倒的，对不对？
那我举完比例以后，他才会什么知道。否则我不跟他讲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知道啊，知道，所以他还是不知道。所以为什么神做很多的比喻？因为我们人不知道，我们不讲，我们不知道，阿们吗？所以不是说绵羊是好的，山羊是不好的，不是。他举个例子，绵羊讲到顺服神，接受救恩，阿们吗？山羊觉得拒绝。从哪里看得到谁是顺服的，谁是不顺服的？主耶稣讲了几个例子。他说：“当我饿的时候，你什么？给我吃；我渴的时候，你什么？给我喝；我没衣服穿的时候，你什么？给我穿衣服；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什么？帮助我；我做监牢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来看望我。”这个绵羊的人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从来没有给你吃，给你喝，给你衣服穿，给你看你，给你医你病的，你是神都可以治医病啊。”主耶稣讲一句话：“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等于什么？坐在我的身上。”所以你服侍之后，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他服侍，我是服侍神，我是听神的，这个就是山羊。你神是看不到的，阿们吗？你要服侍人，阿们吗？你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，你就不可能爱什么看不见的神。你是讲谎话。一个真的爱神的人，他一定能够爱人，阿们吗？人可不可爱啊？真的不可爱。人呢，真的是有的人真的很难爱他。像我们开车的人，前面有个机人车，真的很想爱他。他就慢慢开，就等人，一下子停车，一下子怎么有一辆车子，那车子就夹着停，少着停，你真的很难爱他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以利亚的话，就一把火就烧掉了。人真的很，有的人是真的不可爱的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要学习，阿们吗？我们要学习。如果人都很可爱，需不需要学习啊？数学很简单，就不用学习。学习就有点困难，阿们吗？学习就摆上时间嘛，阿们吗？学习就摆那个耐心嘛，对不对？看到了计程车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心里面马上就是喊气了，马上就主啊，赦免我。在学习，久了以后呢，你的声音就放点音乐来听，对不对？不要放，不要管我从哪里来的，真的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那个放一点的。惊人恩典何等甘甜，来救无赖的我。哎呀，提醒我是个无赖啊！如果我开汽车，我可不可以比他更惨，对不对？更差，对不对？就会原谅你，这样学习，阿们吗？你在负面的环境里面，你学习正面的功课，学习久了以后，你就老练了，对不对？说患难生什么？忍耐是什么？生老练。所以你不能说患难，一直永远的患难见主，那是错误的。神说我没有要你这个患难里面一直见我，你患难应该生什么？忍耐。忍耐你不是忍耐，真的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要打仗，对不对？你忍耐需要什么？老练。生命需要什么？进步，阿们吗？生命需要成长，对不对？你生命需要成长，老练了以后，你才有什么？盼望才不至于羞耻。你不会说患难马上到盼望的，不会有的，这是假的。多少基督徒自己骗自己，在患难里面看到圣城、黄金街、碧玉城，你就是空中楼阁，你必须要一步一步，阿们吗？你在患难里面学习忍耐，忍耐里面你慢慢就老练，有的东西摸不着你，阿们吗？我看到计程车，我就知道他会突然间停的，因为我老练。所以他停了，我也不会骂他；他不停，我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你太太回去会啰嗦你的，对不对？啰嗦完了以后，你就会什么？你会觉得说，哎，今天不啰嗦了啊，我们爱读圣，对不对？反过来一样的哦，你的丈夫会啰嗦你，今天他不啰嗦的，感谢主。如果你就在患难里面，你有忍耐，你忍住了，在忍耐里面，你什么老练？你这场说话，你就得胜，明白吗？如果你生命不进步，所以为什么说你导读我们都非常欢迎，但是你必须要生命什么进步？
你不能说1年前在这边导读这个样子，1年后又是这样子，那你就没有进，那你永远在患难里面，阿们。你没有进，你不会到达他。所以山羊代表他拒绝救恩，所以他不服侍神，但也没有看重人，所以他不在人的身上。从这个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审判，一个原则。原来审判不是根据你跟神的关系，这很重要，乃是根据你跟弟兄的关系。阿们。那什么叫做弟兄？这个答案很清楚。很多弟兄说：“哎，弟兄你不够爱我啊！”问题是你是不是弟兄？弟兄不是你称弟兄的弟兄，黑道的弟兄要洒血为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发誓啊，对不对？你谁都可以做刘备的弟兄啊，没有的，一定要桃园的，对不对？结义才行啊。所以什么叫弟兄呢？马太福音12章写下来49到50节，主耶稣就问他：什么叫做弟兄？凡遵守我命令的，就是什么？我的弟兄，我的姊妹，我的母亲。意思嘛，教会里面也不是每个都需要关怀他的，有的人他不是神的弟兄，他不遵守神的旨意，他不遵守神的旨意，你去关怀他，你反而是什么？这句话听清楚，免得大家又误解我的讲什么。我们爱人没有问题的，爱是一个过程，我曾经讲过，对不对？爱不是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，我是因为爱人能够得到什么产业？就好像前面说做买卖是个过程，最主要我们要赚到钱，那个是什么产业？那叫 property。那个产业，产业是什么？就是灵魂。我们救你，我为什么爱你？因为我救你的灵魂。阿们吗？所以你不要爱到最后都说啊，我爱他让他自由。很多父母说我爱他，等他自由啊，我儿子姓什么随便的，他自己去做决定就好。那你的爱就是什么？害死他。阿们吗？神儿女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告诉他要得到这个产业。所以你爱的方法错误，你反而要害死他。多少的父母说啊，他自由，哎呀，我先生姓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他有他的自由，我姓我的，他姓他的，那个就是5个愚昧的童女。他不相信主耶稣会来，他不相信有审判，他不相信会永远没有亡，他是个观念，股票可能会升，是个观念，升的不升的无所谓，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。但是账单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准备好的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弟兄就是遵守神旨意，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也都要尊重他。阿们吗？也都要尊重他，也不要取笑他，因为他是遵守神的旨意。但是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宣布大家偷懒啊，没有重要的，哪里需要读经呢？啊，读新约就好了，啊，不要读旧约。哪里需要服侍的，信就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迷呢？信就好了，这么迷干什么？几个小时，这个是讲的祸因。他有没有遵守神的旨意啊？没有，他不是你的弟兄，要小心。他将来可能变成弟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讲那句话的时候，他不是遵守神的什么旨意。大家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真理是非常清楚的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软弱？真理不清楚。他也叫弟兄，你也叫弟兄。所以教会人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爱每个人呢。”你讲爱跟慈济功德会还差多了。你同意我讲吗？哇，慈济功德会，你看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都蓝色的，对不对？整整齐齐。我们以前追91也不是，台湾是921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刚刚是做中校医院的外科部的急诊部的主任。那就3更半夜电话就来了，我就去看了，很多人还没有到，谁到了？慈济功德会到了。他讲你讲爱，你跟他差远了。所以爱是一个步骤，阿们吗？爱是一个起点，阿们吗？这不是目的。哪一个宗教会讲爱啊？都在讲爱。那你去随便信宗教就好了，就很多人讲了。对不对？所以爱不是一个最终目的，这个真理要清楚。不是我们不讲爱，我们要得到财富。而且那是慈济功德会的训练有素，每个人站那边一排，对不对？7个人来了，21个人，
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动员，有一个做头的，就好像以前当兵时候，就排长前面的站，他们都不骚扰我，他们这个训练的军人，他的主管到了现场，他知道谁是主管，因为黑板上面的东西，他比谁的聪明。我们就都迷迷糊糊的，一群老妹，要不为你祷告啊，要不怎么样啊？什么热心不能救人，阿门吗？要认识神才能救人。所以我一到的时候，他跟主管过来，主任，我们能为你做什么？我说你们先等一下，让我了解一下情形，我再分配你。这叫军队，阿门吗？我们有这样子，我们要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像军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我讲这个故事，人家10几公都会做给我。讲效率，人家被留下；讲爱，人家没有爱。但是可惜，它是假的。他拜的神是假的，假神是这么认真的拜。我们拜的神是什么？是真的。我们要不要付出代价？要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5章的。我们要警醒哀伤的事情，爱人主。我们就低头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这些白白蒙受你恩典，我们要做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我们要做智慧的童女，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油，准备我们的灯。我们要在绵羊这个圈里面，我们要接受你、相信你、跟随你。主，你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讲的、听的，我们都愿意得到最大的祝福。主，你祝福奉陪小组，祝福小组长，祝福所有敬拜的今天来到弟兄姊妹，特别祝福郭姊妹、郭小玲姊妹。主，她是你所爱的，你负她一生的责任，让她愿意一起来栽培、培训，让她更多来认识你。你就祝福她前面的路。我们感谢主，将荣耀国度都来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